用4种方法教给大家怎么去把这个腮红做好。腮红运用的款式是比较多的，做晕染、做渐变、做日常的单色或款式搭配，都会用到我们的这个做腮红的小方式。腮红、腮紫、腮绿、腮蓝只是颜色发生了一个更换而已，但是具体我要做在指甲的哪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的腮红可以做在中间，也可以做正中间，也可以做在右上角、左下角，可以把它理解为做晕染的一种，也可以理解为做渐变的一种。所以说腮红甲这个直接都给大家统一普及得到啊，都给大家普及到。来，首先第一种用晕染胶操作。晕染胶如果大家有的话，你们尽量用自己手里那个；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用底胶代替。但是晕染胶跟底胶的区别是，它要比底胶的扩散性更快。同样滴上一滴胶，用它可能3秒钟、5秒钟就晕开了。但是要是用底胶的话，可能说是要这个10秒钟、15秒钟才能扩散到它这个5秒钟的状态。但是也是能晕的，只是时间问题。但唯一这一个它有一个弊端，就是用晕染胶有一个弊端，相对来说它会显得甲面比较的厚重，就是相对来说它会显得更加的厚重一点点，因为我们涂上晕染胶之后，还要再叠加上颜色，让它自动扩散。但是我们的甲面是有弧度的，对不对？滴上很多的胶之后，它自己会往两边去淌，所以容易导致甲面或者两侧偏厚。所以这个做完，用晕染胶做完，大家一定记得把顾客的手整体反过手来倒置一下，让两侧的胶流到中间去。我拿这个来给大家去操作吧，好不好？这样看得清楚一点点。你们也可以准备4个甲片啊。来，首先第一步要做的，用晕染胶做腮红的一个操作步骤，先在甲面上薄薄的上一层晕染胶，薄薄的涂一层。用晕染胶操作的一个重点是，第一个必须要用透色胶，必须点颜色用透色胶去叠加。第二个，我们在铺胶的时候，胶量不能太厚，就是薄薄有这么一层就行，好吧？不然甲面最终做完会非常的厚重啊。来，薄涂一层，不要照灯，然后想要做这个腮红啊，或者说你要想做渐变或者什么的一个目标色啊，一定是偏稀一点点的胶，偏透一点点的胶，做出来的效果才会更加的好看。像这个胶可能就偏稠啊，来咱试一下，我用这个紫色给大家演示啊，我没试过这个紫色怎么样，咱试一下。但是像指甲长的情况下，我们做腮红，来同学们，如果想要腮红在中间一个圆不溜兜的啊小大圆，那么指甲这么长，我们在点这个颜色的时候，就不能把这个颜色点一个小点点就完事了，一定是带着一定的小胶珠，从上方偏上一点点来往下去拖，然后再反手上去，你看拖出来的一个形状是接近一个椭圆形的，这样呢，它在向周围扩散的时候，才能保证跟这个指甲的长度比例接近一致。你不能说指甲长的我点个点，指甲小的我还点个点，对吧？出来它就不协调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胶铺成一个长椭圆色块，然后接下来干啥呢？等着，你看这个胶的边缘，它在向周围慢慢的去扩散啊。如果说你的胶像我一样颜色偏重的一个透色，有点稠，然后你等的时间可能就要更长一些，看到没？然后在等待期间，来从指尖去观察一下，是不是两侧的胶会往两边去淌，两边的胶会越来越多，堆积后两侧会凸起来一块，对吧？所以说为什么做完这个甲面会显厚重？你看中间也会凸起来一块，我们要稍微等一会儿啊，所以待会儿等它扩散好了，我们一定记得反手倒置一下。还有，如果说顾客的手在等的过程中，他一直是这么当啷着的，那么所有的颜色它就会往下面去淌。如果说下面的腮红面积颜色增加了，你们也可以反过手来让他的手倒流一下，可以去调节啊。所以说你看。这是一个什么颜色？就是没有那么稠，但是还是一个偏实一点点的一个透色胶。你看它的这个扩散性就很慢，对不对？而且你铺的是什么形状？它向周围扩散出来是一个大的面积。我再用一个再透一点点的来给大家看啊。这个得多久了？得有个40秒、30秒了吧，才扩到这个样子。然后如果说我再选一块，再透一点点的胶，这个胶明显就透啊，然后来看我点到这儿。这个胶稀吧，这一看就稀啊。好了，就这么一点点，你根本不需要等待多久，大概也就5秒钟左右，它就扩散完了。所以说这个用晕染胶操作，你看晕完了，看到没？边缘已经扩散开了，由中间向周围散开的这种，也是一个由实到虚的一个渐变效果。所以想要这个腮红做好看，一定要选择什么？就是一定要选择透色系的胶啊，用透色系的胶去操作。
来，我先放到这里。其实这个也在向周围去扩散，但是它只是看起来颜色重的时候，边缘那个扩散效果没那么好看。然后滴到手上的也是淌到两侧的胶，一会儿需要倒置一下，然后给大家稍微写一写这个啊，你们记住它。来，用晕染胶去操作，薄涂一层晕染胶，滑胶滑着胶珠，不要刷上去，是涂出来一个椭圆形的色块，然后让它自动扩散。缺点呢，甲面会比较厚，优点呢，新手也能做，但是比较考验胶，啊，所以这个做起来还有一个小注意点。来，还有一个小注意点，首先第一个用透色胶。透色色胶这么写啊，用透色色胶去操作。第二个，要看的是这个胶的吸稠度。虽然它是一个那个透色，但如果它偏稠的话，它的扩散性就会稍微慢一点点，你就得多等会儿。好吧，但这个我说实话，并不是特别建议你们用晕染胶啊。晕染胶我现在基本上是不用，因为它可控性太差了。就是我本来想让它往这边淌的，我还得动来动去，我4个手指、10个手指还不能同时去操作，只能一个一个的做，只能等半天。它做不完我就得等着，是吧？但是干啥？所以这是用晕染胶做完那个方式，看两侧胶都堆过来了，看到没？两侧胶都堆过来了，然后扩散出去之后，记得最后反手倒置啊，反手倒置一下，写上吧。没电了。你们加上一步啊，反手倒置，好吧？我把这个擦掉之后，给你们再去那个做一个偏透一点点的，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看它的扩散起来就怎么去正儿八经的做好看啊。遇到好用的胶怎么去操作？这一层你可以换任何颜色，就是我只是为了遮盖一下这个透明甲片，因为透色胶嘛，它本身不显色，对吧？又看不出来，我怎么给你们教学？所以我打了一层底色。你们做腮红也好，做什么也好，喜欢透明质感的直接叠加，喜欢那种想要叠加点颜色的，在任何颜色上面都可以去进行这个这个叫什么腮红的颜色叠加啊。晕染胶不好用，晕染胶很考验胶，一旦你买个好用的胶还行，不好用的胶那就买来买去就太费时间。太费时间，而且甲面太厚。我们现在做款不就是为了要又薄又精致嘛，对吧？好，大概照一下啊。接下来上一层这个晕染胶，就是当你们有一个比较透，就一定要偏透一点点的胶，怎么去操作啊？一般还要叠加2层呢。好，薄涂好了之后，取胶，透色系的甲油胶，特别透了啊！现在来刮一点点小胶珠，从上方往下去拖到想要的这个位置，不要往外面走，就在这个颜色里面来回走。好了，接下来就等一会儿。想在中间就在中间拖，想要在右上角的就点到右上角上去。你看扩散完了，快扩散完了，看到没？像这种胶，它晕开效果就要好一点点。所以这个颜色吸稠度啊，这是一个综合的。但一层出来之后，它可能颜色偏透，颜色会有点透，没有那么的那个。就是重的感觉，可能一会儿扩散的面积再大一点点，就是颜色会更淡，所以我们一般要叠加2层，好吧？要叠加2层。好，倒置一下。好，叠加第2层。第2层在叠加的时候，操作方式一样，也是涂上1层。你看，冥冥之中，相当于我们就得涂了个2层半的胶。你说甲面是不是偏厚了，对吧？来，薄涂第2层之后，我们第2层叠加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颜色面积就要小一点了啊，就不要那么大了。然后取胶也少一点，画一点点小胶珠，然后点到正中间。现在只需要把中间的这个颜色让它自然扩散开，这样由实到虚的效果会越来越好看，好吧？就单独比你那种薄薄的有那么1层要好看，所以1层感觉比较透的时候，就是太浅的时候就叠加第2层，第2层叠加要位置稍微小一些。如果中间有气泡的时候该怎么办？你拿个镊子，或者说用一支笔一戳就给它戳破了，或者说把这个气泡给夹走就好。好吧，把气泡夹走。但是我不是很建议你们涂上晕染胶之后，拿这个笔向周围去划拉，因为一旦划拉不好，它那个边缘的那个叫什么，刷痕、笔痕、笔触会更加的明显。诶，我夹不走诶。好了，2层啊，倒置，照灯，完成，这个晕染胶就完成。我把它的一个综合步骤写下来。我简单一固定，你们多照灯啊，你们要多照灯，好吧？这是在第1种腮红。
哎，它的几个注意点，第一个，这个假面会厚啊，怎么操作？1、2、3，我们需要倒置，一定记得要倒置留平。第4个，两侧胶，注意两侧的胶别厚了啊，注意两侧胶别厚。然后第4个我们要干什么？如果颜色浅，需要叠加2层。第1层我们画一个大椭圆，第2层的时候我们就画一个小小的面积夹在中间，这样扩散完之后它的层次叠加就更好看啊。这是用晕染胶操作的一个注意点和注意手法。好了，这个过完之后，我最常用的这个我推荐给大家就是用扫扫笔，其实最快的还是用拍拍胶，来咱先用拍拍胶去做啊，一会儿再用扫扫笔去做。然后这个来看看。拍拍胶里面一般做渐变也好，做什么？现在不是都让大家会去买这个小海绵块吗？一点点的小指甲就会用小海绵块，但指甲长的时候用小海绵块，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大的好用，看你们个人习惯，小的也行，大的也行，操作是一样的，好不好？操作方式是一样的。然后拍拍胶随便选2个颜色来看啊。我随便拿的一个，比如说这里面的任何一个颜色，它怎么去用，怎么去弄到指甲上面去呢？好了，假面正常操作起来的话，是要在色胶或者是磨砂封层之后去操作会更好，但是一定记得要擦浮胶，一定要记得要擦浮胶。多写了一个提手旁，啊，拍拍胶，在擦浮胶后操作，或者是磨砂封层后，2选1，拍拍胶啊！你不能说表面有浮胶的时候你去拍是拍不均匀的，一定擦掉浮胶，任何色胶、任何的建构胶等等，擦掉之后我们再去进行颜色的上色。第2步取色，大小掌控好。你别说我就要一点点的小腮红，你就涂上一大块胶就没必要啊，掌控好。来，怎么去操作？看起来这个最快了，随便你找个牙签也行，找个什么也行，上完底胶上色胶也需要擦浮胶嘛。就是这个我只能说一个通用的一个那个操作吧，因为我不能保证你们每个人用的胶它浮胶是多的还是少的，一旦你的色胶浮胶多，它就很容易粘毛，粘的毛脏了，你那个拍拍胶拍出来表面就会有些小点点，所以说你们擦掉浮胶，擦一擦浮胶会更安全，反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好吧？真及时。好了啊，拿这个颜色啊，取一点点来看，这就是个拍拍胶啊，这个什么谁家花校长的，随便买的，看抖音被种的草什么什么，但是凑合吧。来，比如说我们要在中间了，你就把这坨胶，哎，我直接压到中间就行。你要想右上角，你就把右上角；你要想用拍拍胶做渐变，你就直接刷到指尖上去，直接把这坨胶放上去。放好之后，拿你的海绵块，首先你一定要注意，如果你看看你的海绵，你看到没有这些小黑点儿，看到没？这说明它脏了。那脏了，我们就一定记得要先用胶带去把上面的这小颗粒吸干净。海绵为什么一定要有点什么东西给它储存？如果你拿个袋子或者镂空着去用，它很容易沾上很多就是一定啥的灰尘。所以说我们可以使用前，哎，我先给它去粘毛。把我操作的那个面的毛粘掉，你看上面有很多小毛毛被粘下来的啊。好啦，下一步呢，用干净的这个海绵块开始，它在中间的，如果做腮红中间向周围扩散的话，这个海绵不要上下去动，你只需要把它怼到正中间，捏紧之后就一直捏着，不要松手啊，捏紧之后直接压，就在同一个位置你就拍就行了。你就在同一个位置拍，做腮红像这种的话，大面积的会更好用一点点。你看几下完成了，对吧？几下完成。如果说我因为拍它假面弧度比较大，两侧这个位置碰不着，那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在拍的过程中看左手捏着顾客的手微微转动一下。好吧，或者如果你的这个甲片比较长，你需要拍的长一点，你可以上下去动一下。但一般我们做的款式不会特别的长指甲，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都是需要什么，都是在原地拍，看看效果。不行的话，微微往上动动，往下动动，往左动动，往右动动，哎，给它打着圈去拍一拍。好了，这个腮红这一步也就完成了啊。你看，它是没有任何一点点颗粒的，有一点点，待会儿一上个胶就没了。这一层做好之后，不要擦。千万不要擦，任何品牌的拍拍胶上甲面都不结实，所以你一擦，有可能那一点点的颜色擦掉了，渐变的感觉可能就变成一条直线，就不好看了，好不好？而且尽量啊，同学们，你看，
当我这个指甲这么大的时候，我用一个这种小小的海绵块儿，我想把它拍开，周围是很容易有那种直线的。所以说，大的海绵块儿去拍指甲，它要好用一点点。除非说你就只是用一个小海绵块儿，只拍中间一丢丢，哎，那行。但如果说特别面积大的时候，用小海绵块儿边缘不好控制，你们可以试试啊，试完就知道我说的啥意思了。来，咱先写一下拍拍胶，这里有一个拍拍胶的。然后在擦浮胶后，第二个取色大小，第三个，然后做的过程中可以上下左右滑动，打着圈拍，但是注意不要有边缘线，不要有边线啊，不要有边缘线。还有第四个要叠加，颜色浅的时候叠加颜色，好吧，这是这个。来，我们再叠加第二层，第一层做好之后照灯。哎，对，我要写一个不要擦，这个最关键。来，再加上去第二层啊，第二层再加上去。要么你就全不要了，重新做。你要全擦掉它，要么是这样，要么你就连碰边缘那个地方不要碰。你可以再去叠加试试。不能擦啊，挖出来。拍了有颗粒，就是渐变效果不明显呗。你们演示一下啊。有的时候为什么说不用小海绵块去控制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方便吗？挺方便，小抓抓夹。你看，比如说我去拍它的时候，我叠加多一点，让你们看清楚。第二层叠加跟第一层是一样的啊。来上色之后，我们去正常去拍中间，对吧？拍，一直拍。拍到什么程度呢？你拍到甲面看起来颜色均匀饱满了，好，到这儿行了。但是能不能发现这个颜色的下侧是有一道横线的？能看出来吧？如果说我拿着这个颜色，我接着往下走，你看这个海绵块的边缘是不是就卡着我这个横线的边缘？因为这个小海绵它很容易整个底部就铺满了，相当于有一个印章，正方形的印章在你甲面上来回去动，容易有一些这个边界线，哎，比较清晰或者比较直的感觉。你看下方也是，到现在也是这样，看到没？所以说用大一点的海绵比用小块的海绵要好用的多。有的时候不要省啊，不要省。还有这个海绵一定要选择品质好的，然后它不容易有那种颗粒。你看，同样刚刚那个海绵跟这个海绵，你觉得哪个更细腻？是不是那一个要细腻？同样的颜色，同样的甲面没有变化，但是海绵块一定要选择细腻一点点，不要有边线。刚刚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咱们写到这儿，第6条就是海绵品质一定要把控好。这个钱咱不省啊，这个10块8块的咱不省，好不好？来，我再把这个叠加一下啊，第二层。大的时候它比小的好用呀，边缘它能过渡开。你看我这个过渡完了之后，甲面是不是马上变细腻了，对吧？但是我这个上下左右还留着一大块空，就足够让我去做这个过渡的效果，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是用拍拍胶去做腮红的方式。那如果说那个我的腮红甲，我先照一下灯。这个腮红甲，我想让它的颜色在中间偏下偏右下角，你会不会做？偏左上角会不会做？它是一样的啊。所以腮红它不一定只是在中间，颜色随便换，款式该怎么做怎么做，它只是那个啥稍微换了一下位置。在甲面上也是，想在右下角的，在指甲上手上怎么去做？在手上会碰到皮肤没关系，在手上的话做法是这样的啊，我随便比如说我这个小破指甲盖，我要在这儿上点腮红，好，我点到这儿，把拍拍胶点上去，点完之后拿着海绵块就在这个原地，不是一开始教大家在原地拍吗？你先拍。拍好之后，如果周围这个地方看边界线明显不够自然，好，我们微微的边拍边去往旁边挪，也不要一次直接挪过去。周围这不就过渡开了，对吧？那手上的这些咋整啊？在照灯之前，甚至说你照灯之后擦，它都一擦就掉，拍拍胶粘不住的，它就跟有层浮胶啥的似的。来，棉片沾酒精，那看边边角角，照灯之前，你以防万一照灯前咱给它擦掉，擦个肉还不好擦，这不就好了，对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就这意思。好了，做法是一样的。教渐变拍拍胶，渐变。我的天，渐变！我用这个甲片演示一下啊，渐变。这就一个，你把胶涂到哪儿，然后你就做到哪儿呗。然后拿这个海绵块，你们就当没有颜色，拿海绵块开始下方怼着这儿，开始原地拍。先把这个让海绵把颜色吸饱，吸饱之后开始左右动。好了，指尖的渐变完成。如果这一层你觉得有点浅的时候，好了，因为我们面积长呀，所以说我可以再往上去挪一挪。拍的时候手法力度尽量保持一致，别一下重一下轻的，轻重要统一，好吧？这不就拍好了吗？洗一下就完事儿啊。
没问题吧？没问题。这一层过渡好之后啊，渐变做好之后，我们可以上一层底胶隔离或者加固胶隔离，再封层，不要直接去封层啊，有可能隔离一下，你后面再做什么款，它也不容易出错啊。对，就其实这个快，拍胶是最快的。但是我教你们这些综合的这个方式，是因为不一定我们所有的颜色都有拍胶嘛，对吧？但是用渐变晕染胶，什么颜色也能做，但是你用拍胶不一定，好吧？来下一个做渐变的方式啊，做渐变的方式，这个其实是我用的东西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式方法。来看一下怎么做，做渐变，透色渐变，大家还记得怎么做吧？第一次过渡，过渡完颜色带出去之后，要二次过渡那个刷痕，对吧？擦干净比二次过渡，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想要在中间做腮红，好，我根据我要做腮红面积的大小先去上胶，胶呢一定要薄涂，薄涂一个椭圆形的色块，接下来就用咱们的那支扫扫笔，干干净净的，不需要润笔，不需要粘体胶。看啊，边缘线的内侧，从边缘线的内侧平铺带胶往外拖，顾客的手可以转动一下，不要横着去拉，切记两侧不要横着拉，就跟做晕染一样，这个都学过啊。好，给它带出去，后缘带出去，相当于先把这个胶一个大色块最中间深色区保留，把边缘呢那个胶我给它拖出来一块，让它边缘的颜色变淡一点点，然后再去把笔擦干净。这个方法可以10个手指同时做都没问题的啊！把笔擦干净，后缘的刷痕怎么整？咱们拿笔上去二次过渡，还记得吧？二次过渡，来看看这个方法你觉得快还是慢？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腮红款式操作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出来的效果也不差吧？所以不一定非得只有拍胶我才能做的多好看，没有晕染胶我就不会做了都不行。你就用到哪个方法，哪一步更适合你，接下来你们就用哪一种。我就需要叠加这么一丢丢啊，我再上一层胶涂后，我就干脆拿支笔刷上去之后，拿支笔一过渡完事儿，周围一完事儿。那周围这里有一点点小刷痕怎么办？一般透色胶在指甲上看不出来，甲片特别透会更明显。如果还有刷痕的话，就再擦干净笔3次过渡，直到把边缘那些刷痕你相当于给它擦掉，是平铺带着胶去擦掉。看到没？这个腮红完成了，所以这个方法操作也是比较快的，而且你比如说，我想让这个颜色往下面走，往上面走，上面多点，下面小点，你还能控制好，就是带胶带到哪儿，那个颜色就会流到哪儿，啊。这是用渐变的方式，我就不再从头到尾给你们去说渐变的那个方式方法原因是怎么着。但是做这个腮红一定是先学会渐变之后，你再去做，它会更轻松。而且这种你擦一擦或者啥或者做什么通透感会更强一点点，不容易出错啊。然后我在纸上给大家再去说一下刚刚这个方法它的一个小原理，大家再看一下啊。如果有新手小白没看过晕染课的，看这个来，这个用扫笔操作的原理就是在甲面上我们先薄刷一层甲油胶。薄薄的上一层胶，如果指甲宽的，我们可以把这一坨胶上的稍微宽一点。如果是个小指甲，那我可能就在中间，哎，我涂一丢丢，对吧？涂一点点就行。但是这个胶不能有重有轻，一定要给它涂匀啊！我这张纸拿的不平整，涂好之后拿这支笔，中间颜色跟周围颜色可差不多，但是我们要让它由实到虚，那中间咱不动，看这个笔毛的位置啊，不是卡在边缘线，是边缘线稍微往里来一点点，把周围这点胶给它拖出去，看到没？相当于把这个颜色周围的颜色变淡。由深到浅变淡了，渐变也是这个原理，两侧是斜着往这边去拉的啊，来给它带开，对吧？是不是中间一直都没动？所以我们能直接做出这种腮红虚实的效果。带出去，你这带的啥形状无所谓的。好了，这个时候干什么？二次过渡，擦笔，把笔上多余的胶擦干净，湿棉片把笔上多余的胶去掉，然后你回过头来，我们再把这个边缘的地方。拍它，再过渡一次，在纸上啊，这个有点软，老动。你们现在看着是有颜色，但上指甲上的话，边缘这个透色是看不出来的。你看，由实到浅到虚，它就是一个小渐变。刚刚在指甲上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感觉，你看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感觉。大胆去操作，好吧？你的手法在用力匀的时候，问题都不大啊，宝贝们。来，这里我用个红色换一个颜色的字了啊。换一个蓝色的，渐变方式注意一点，来，先薄涂一个椭圆形的色块，扫笔周围去过渡，然后一共分2步，第一步是把周围的颜色，带开，形状没关系，你自己想铺到哪儿，颜色想让哪儿就到哪儿。第二步，二次过渡。是先擦干净笔之后，2次过渡，一定记得擦笔。
因为笔上有颜色，你不擦的话，就算过渡周围，它颜色可能会更明显。而且像渐变的方式，尽量也用透色胶，用透色胶操作，它的完成度会更好一点，好吧？完成度会更好一点点啊。这是用这个第3个方式了，渐变的方式。还有最后一个，我先给你们教完，然后我就再回答你们的这个每一个问题。然后你们说这个黑色的腮红做黑色，我把这个做好之后再做黑色。你们想看黑色的用哪种方式去做的？4种方式，哪种方式都能去做得了，好吧？最后一种就是你们手里的这些眼影呀，包括这个叫做眼影粉、渐变粉，美甲用的渐变粉，用它去操作的。它呢就是需要在磨砂封层后操作，有浮胶或者说你擦掉浮胶都不行，都不行。它就是跟魔镜粉一样，是没有粘性的一种东西。但这个相对来说颜色也是少，没办法去控制。但是如果说你有的时候想自己创造一些款，搭配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废掉的眼影啊，包括这些东西都能运用起来，好吧？再拿一个甲片啊，咱们看一下这种方式是怎么去操作的。涂个。直接在这上面做吧，然后魔镜粉上的时候不要用隔粉磨砂封层，就是咱那个鸡皮普通的磨砂封层就好了。实色胶晕染，实色胶晕染，用晕染胶晕实色的腮红吗？晕不出来，晕不出来，我做不好，谁也做不好。你需要把你的实色胶调成透色。就是当你想做某一个实色胶的腮红效果的话，你们需要把你们的实色胶调成透色再去操作，就跟刚刚做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做黑色的腮红，你用晕染胶做腮红，那你需要先去准备，要不透黑色甲油胶，要么你自己去调一调透黑色，好吧？正好来总结一下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再结合讲一下啊。上一层磨砂封层，鸡皮磨砂。实一点的黑色腮红，黑色腮红腮黑这个一般做这个用拍拍胶的操作是最多的，最不容易出错的。实色做到你怀疑人生。棉片擦浮胶总有毛毛，因为你用棉片是干棉片，你用湿棉片擦就没毛了。用干棉片，用湿棉片擦，蘸着酒精或者蘸清洁水，然后去擦甲面，不能干擦，干擦笔、干擦那个啥都是有毛毛的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那个棉片的品质问题。我先把这个教完，你们先看啊。这一层就不是说只能在透明上面去操作，任何一个款式之后，你涂一层磨砂封层，看到没？上一层磨砂封层，然后去找个眼影棒。找一个眼影棒，然后找你的眼影或者说是这种渐变粉，这个其实用的还挺多的。然后包括我们画画的，有些那种固态的那种粉也能用，铅笔这些什么，它也是一个道理，是一个原理的啊。我做个深色给大家去看，取粉打圈取粉，这个打圈取粉，喜欢什么颜色取啥色，我可以几个颜色混着来嘛，对吧？你可以跳跃着取色。来取好颜色不就在这儿了，不用取太多啊。然后来开始去看怎么做呢？先看它啊，你想在右上角，在右上角度，想在中间的，先放到正中间，开始打圈，做长椭圆色块是最显手长的，千万不要把这个长椭圆你横着去刷，指甲就跟被裂开一样，它不好看啊。来拖出一个长椭圆色块，固定好你想要做这个腮红的大致面积。钉好了吧？钉好之后，中间在过渡这个椭圆形走的时候，力度稍微重一点，它能粘上颜色。周围呢，我要这么实咋看呀？就把这个棉片给反过来，用反面干净的这个地方，然后轻轻的在边缘去揉一揉，揉一揉，给它揉一揉，相当于把它进行一个过渡。颜色的过渡，那如果觉得这颜色有点重，那你可以拿实色轻轻的，你看用这个颜色，我轻轻的给它向周围，然后两方面结合，边给它上颜色，哎，边给它去过渡，你看这边就过渡好了，能看出来吧？还带着亮晶晶，上面也是，我先拿实色，这个取的颜色，轻轻的揉边边，过渡到我想要的地方，轻点上手，它那个颜色流的就少；重一点上手，颜色流的就多。啊，边缘相当于给它擦开的那种感觉啊。没，只要一些颜色感觉边缘太整齐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拍上一点，好吧？这就拍好了，拍完之后不要直接上胶，你的笔会脏，你的胶刷子会脏，先擦掉，找个干净的小毛刷先擦掉甲面多余的粉，然后上底胶隔离，啊。
你会发现它颜色发生了改变，好像变得好看了，对吧？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小腮红的一个效果，也是个小腮红效果，这个一层就能做好，但是这个吧就是颜色少，它没办法。你们可以自己在家没事儿的时候，如果买到这些东西，或者你手里有眼影，多做几个甲片贴上去，你就知道能在手上最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效果。刷子有时候会刮花是怎么回事？用力太大了，或者刷子太干燥了。一般我们在磨精粉或者各种粉之后，带的那一层胶稍微厚一点，而且力度要轻一点会比较好。用带胶的手法快速刷过去，毕竟它是粉，没有粘性的，好吧？溶粉是胶太稠了吗？不是，一个是胶太稀，第二个是你的粉质问题。你这个问题是不是指的是磨精粉？你那个磨精粉应该品质稍微差一点点。现在买的磨精粉应该都挺好了，但是如果用很久之前1年前那个时候的磨精粉，还有一些就是你上什么胶它也会溶粉的，上啥胶都会溶粉，跟粉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眼影这些东西一般不会溶啊，一般不会溶。还有你那个磨砂封层不要用那种隔粉磨砂，隔粉磨砂封层它本身就粘不住，不想让你带着粉，你上个隔粉磨砂封层，你涂上点胶，对吧？我涂上点粉更粘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些款式操作啊，包括水彩，为什么说有那个普通磨砂能粘住色，隔粉磨砂它可能粘不住色，对吧？那原因就在这儿啊。来4个指甲，4个小腮红的操作方式，喜欢哪种做哪种，都是能做得出来。然后里面最不推荐的是用晕染胶，最不推荐的是用晕染胶去操作，其他3种用哪个我觉得都挺好。A 渐变 ，B 晕染 ，C 眼影，D 拍拍胶。晕染胶我是最不推荐的啊。来用眼影里面操作，一定记住是磨砂封层啊，磨砂封层后操作，完了用底胶隔离，然后需要用到不要用手，就用你的小毛刷去过渡一下就好，好吧？是这个啊。那刚刚你们要看的那个黑色眼影，用做黑色眼影，你们想看哪种方式去操作？找个透黑色甲油胶，我拿到旁边。晕染液它做不出那种渐变效果，它是有边缘痕迹的。晕染液做完的款式，我找我这里有款啊。你看这些晕染液，你如果想要这种有深有实、有边界感的感觉行，但晕染液是一种水，是自然挥发的，它做不到那么自然的一个效果啊。磨精粉还会脱色，是的，所以需要用底胶隔离，稠一点的底胶去隔离就好了。眼影是对，就普通咱画眼睛的那个眼影，万物皆可美甲，包括美甲就是彩铅、笔彩铅，有那种块状的画画里面的那种画画那种粉啊，什么都能用在美甲上。铅笔，咱写字的那种油性笔都能在指甲上画画，就是反正操作比较大吧。只要你发现甲面粘性不够了，你们就记得去用那个叫什么来，那个底胶，用底胶隔离一下啊。看看，如果你想要那个蕾丝笔的黑色，不是说只有这一种操作方式啊。我看同学打出来了，来，像用扫笔去做的话，你直接透黑色做，中间颜色可能不是很重，我呢直接把颜色做的稍微重一点给你们看，好吧？如果说你们不想要很重的话，直接调出一个，或者说直接拿那个透黑色甲油胶做就可以了啊。来，刷一点点，扫笔，蕾丝笔，做一过渡，第一层过渡完必有刷痕。短指甲这个指甲短，甲片短，你看我涂的面积就相对来说没那么长了，对吧？第一层过渡好了之后擦笔粘片，擦笔，2次过渡。过渡的不要拉很长啊，因为我们后2层还要给它遮盖一下，就是下一层要遮盖一下。这个可能有假托看不出来，一会儿拿下来给你们去看。湿棉片擦笔。第一层把中间的颜色做深就行啊。先照个灯，然后我去调个透黑色。在这。调色纸，黑色甲油胶，调色应该都会吧？甲油胶颜色的调色方式和调透色，如果说你要把一个颜色调成透色，你们就用那个啥，或者碰着手一下，用加固胶或者底胶或者调和胶都可以，底胶、加固、调和都可以。
这是哪来的丝？哦，这上面的。有透黑直接用透黑色啊，来叠加颜色。其实这个你们可以换位置，不一定非得中间，别把一些款式那个想法固有化。我就渐变，我腮红做一半它也对，它不一定非得做整个颜色，好吧？这不上色了吗？上色之后蕾丝笔，你们喜欢叫蕾丝笔我就叫蕾丝笔，叫啥都行。这现在过渡到周围了啊，颜色面积就要扩大了，先拉出去，带开，中间不动，然后擦笔，二次过渡。黑色建议这些深色系列的它一般都有拍拍胶，这些难做的啊，黑色和白色就跟彩绘胶一样，拍拍胶必买一个就行。然后拍拍胶的颜色也可以调，拍拍胶可以和拍拍胶之间相互调色，出来的还是拍拍胶，种类和种类可以同时调。两层腮黑，能看出来吗？这有点不大明显。上旁边照灯啊，底下有那个调的胶。所有的实色胶都可以这么做，所有的实色胶都可以这么做，但是这个方法相对来说就麻烦了。就一般你在做其他指甲那种渐变效果的时候，肯定其他手指就已经开始做渐变了。你如果用透色就直接透色做，如果没有透色的时候，你就其他手指已经调好了你的透色胶，所以说一块用也快。黑色要多照一会儿灯啊，黑色相对来说干的会慢一点点，黑色干的会慢一点点。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我这个黑色做好了，但是整体还有那么一点点刷痕的话，你想让整个这个指甲的黑色面积增加，那么我们可以薄取一点点透黑色甲油胶，整个指甲上一层，但是你这一层上的这个胶一定要均匀，这样呢整甲颜色是一致的，但是中间我们不是加深来着吗？所以中间的那个腮黑啊，腮黑它效果会更强烈，所以说做渐变也是可以如此去运营一下。这个有点脏啊，太脏了，全是小颗粒，看到没？这也是一种小方法，就是做完中间，我怕周围的颜色不够重，然后又有一点点刷痕，那我整甲就盖薄薄的来一层它的透色甲油胶，一定记住是薄薄的，你别把中间那个比中间上色上的都重，它的那个效果就更差了。来，现在看中间就会越来越重，好吧？就是由中间向周围的，这是另外一个啊，这是用扫笔去做黑色这个的一个小方式。上手的话要比在甲片上更好做，因为能随时观察到哪里有刷痕，哪里没有。这个的话可能看的就，哎，这里有一点点不清楚，能看到这有个泡泡能看见，但是其他可能，这个痕迹会更明显，上手的话就没这么强烈了。上手你看就会好很多了啊。好了，这是今天要教给你们的小渐变课。我回头会把这节课稍微剪一剪，你们单独去找着去看哪一节课看，不是想学哪种方式就用哪种方式去做，好吧？也有一个综合的这个课会留给大家啊。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快问，没有问题咱就下课，你们回去就练。做款式里面任意去搭配着操作，什么款式都能搭配个这个腮红啥的啊，腮红渐变很多款都能搭配起来。就一个款式自己设计或者顾客你看着做，你实在不知道做啥的时候，做个腮红或者做个渐变，他一定错不了，肯定错不了。